大家好，我是大胖兵。接下来我们要做个挑战，完整的复盘整个太平洋战争，从珍珠港的惊天烈焰到硫磺岛的血色沙滩，不是简单一句话或者一个视频能够说完的。每次做视频总会感到意犹未尽，因为它太重要，也太容易被简化了。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好人打坏人，是钢铁巨舰在深渊搏杀，是年轻生命在孤岛陨落，是科技与意志的极限碰撞，更是塑造了今天整个亚太格局的起点。可同时这也是个超级大工程，我们将花费整整30集的体量，预计每集10至15分钟时间，讲述太平洋战争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系统梳理从1941到1945，从东京到华盛顿，从珊瑚海到广岛的全过程，用我们的理解和视角，结合大量真实影像、地图分析，和你一起走完这场改变世界的战争。无论你是二战老饕还是历史小白，大胖兵相信这个系列都能让你看得投入，有所收获。所以准备好和我一起起航了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这趟穿越时空的太平洋战争深度之旅。第1集，日本困局即将启程。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上，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美国大兵们正悠哉准备过周末，谁知道天边突然冒出一群日本战机，轰隆一声就把军港炸成了火海。这就是改变二战走向的偷袭珍珠港。但问题来了，日本当时国力明明远不如美国，为啥还敢去惹毛这只太平洋老虎呢？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日本当年到底被逼到了什么绝境，才会选择赌上国家命运。美日双方能否通过谈判避免刀兵相向呢？要想弄明白日本人为何要主动发动太平洋战争，我们就必须了解当时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家史。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就跻身列强俱乐部，但这种暴发户式发展根本就是严重失衡。经济上，农民穷到买不起，工业全靠外销撑。日本政府废除了旧的土地领主制，却向农民征收重税来搞工业化，可农民也因此变得贫困，买不起工业品。日本列岛又没什么矿产，引进欧美技术和设备和进口石油等战略物资都需要金银或外汇。日本政府鉴于自身国情，就持续鼓励发展出口型轻工业，从而成为了世界第1丝织品出口大国。这在老电影《野麦岭》中有生动的体现。可生丝制品的出口产值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行情，一旦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就会对日本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政治上，军方当家，天皇说了不算。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并于1889年开设国会，颁布宪法，却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天皇神格化，议会和政府不向民众负责，只向天皇负责。宪法还规定军队直接听命于天皇，这样军国主义者就可以打着天皇的旗号奴役所有日本人。而1940年代的日本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及陆相和海军大臣及海相均由现役军人担任。一旦日本首相未能满足军方的要求，俩人就通过辞职的方式要挟。这样畸形的政治体制让军方可以为一己之私去发动战争，甚至不允许政治家和外交家通过外交斡旋来避免国际冲突。外交上，从列强小弟到众叛亲离。最后从外交上看，日本在近代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国家希望日本能在远东方向牵制俄国，故而曾经支持日本的发展。譬如没有美国的贷款，日本很难打赢日俄战争。然而一战结束后，日本和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英国再没有理由扶持日本，反而开始因利益冲突走向敌对。而美国也在一战后成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可日本与美国分别位于太平洋的两侧，就必然会为争夺太平洋主导权而爆发冲突。说到美日结仇，就不得不提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1907年日俄战争才结束没多久，日本海军就将假想敌改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日本造船业有了飞跃，到一战时期终于实现了主力舰国产化。为了能对抗美英列强，日本海军提出了建造8艘4万吨战列舰与8艘战列巡洋舰的88舰队计划。
却没考虑高昂的费用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力允许的范围。到了1921年，同样被海军军备竞赛搞得骑虎难下的美国和英国提议召开海军会议，日本也希望能借此削弱对手的战争潜力。然而1922年华盛顿公约签署后，美英海军可保留 52.5 万吨的主力舰，而日本海军却只有美英的60%，而之前日本人的最低目标是达到美国舰队的70%吨位。日本军方和民间的狂热分子就认为，只允许拥有美英60%的海军实力，同时公布的9国公约不许日本独霸东亚，是美国对日本的严重侮辱。好多日本人又联想到1905年日俄两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正是美国人的偏袒，沙俄才有底气不赔日本1分钱。于是在美国人完全不理解的新仇旧恨加持下，华盛顿公约竟激发了日本人对美复仇的怒火，而且在今后的10几年会越烧越旺。雪上加霜的是，华盛顿公约签订后的第2年，日本就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东京等地损失惨重。而1929年由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大萧条，更是让日本经济陷入了寒冬。1931年对外出口额只有1928年的一半，大量吃不上饭的失业民众蠢蠢欲动。严酷的国内经济与社会矛盾，让许多日本人相信，只有发动侵略战争，获取更大的殖民地，才能解决国内问题。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正是利用这股国内民意，从1931年开始在东亚大陆进行侵略战争，而在大陆上扩张的胜利，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内军国主义的狂热，让日本成了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整个二战史中最讽刺的是，尽管太平洋战争是由日本海军打响的，但整个对美开战过程却是日本政府与海军被陆军裹挟的。1932年时，深陷经济危机的美英等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除谴责外没有任何行动。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尚有理智，知道其国力不能与全世界为敌，故而日本陆军制定了进攻苏联的北进计划，这样既弥补了日俄战争中未能进一步获取资源的遗憾，又能避免同当时敌视苏联的美英爆发冲突。然而1930年代欧洲局势突变，希特勒的上台让欧洲再次笼罩在战争阴影下。到1937年，苏联的国力已经大幅提升，与美英等国关系也有所改善，于是日本陆军内部又分化了，一派主张继续北上，与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一派主张继续在东亚大陆扩张。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36年爆发了陆军少壮派军官率兵枪杀多名海军大将与出身于海军的政府要员的226事变。尽管该事变中的肇事者全部被严惩，但日军中的统治派却借机掌握了更大权力，文官政府彻底被陆军所裹挟。第2年，日本陆军又开始扩大侵略战争。此次扩张虽然占领了更大的地盘，但1938年日本军费开支已高达 61.5 亿日元，远超其国家黄金储备。日本政府债台高筑，陷入困境。而1938年和1939年，日本陆军2次主动挑起了同苏军的冲突，却遭到了苏军一顿猛揍，从而被迫放弃北进计划。从明治时期一直到1932年，日本每一次对外战争胜利都能缓解当时的社会危机。然而到1939年时，这一路径竟然失灵了。日本国内物资供应变得空前紧张，就连东京街头都日益萧条。而美英又因日本在东亚大陆扩张损害了自身利益，开始在外交层面对抗日本。为了给自己制造的大麻烦收场，日本陆军高层竟然连出昏招，公然鼓吹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靠近，并最终推动日本政府于1940年9月底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同盟条约。北上不成就决定南下作战，将贪婪的目光瞄上了拥有丰富资源的东南亚，终于触碰到了美国的底线。事实上，美国面对日本在东亚大陆的扩张，开始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毕竟1933年上台的罗斯福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日本进口其急需的物资恰恰能够消化美国严重过剩的工业产能。到1940年时，日本所需的 80% 的废钢铁和石油来自于美国。当然，美国并不是真心支持日本扩张，日本购买物资是要支付真金白银的。而当时日本国库日益枯竭后，西方金融市场又不接受日本的战争债券，日本的战争机器似乎要因没钱而停摆。
没想到1940年7月，日本政府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日本陆军也在法国投降的刺激下，于1940年9月强行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可对于美国来说，其控制下的菲律宾、荷兰控制的印尼、由英国控制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都属于日本绝对不能触碰的禁脔。毕竟美国和英国拥有特殊关系，美国也不允许英国本土正遭受德国空军威胁的情况下，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被日本侵占，而美国同样需要来自东南亚的战略资源。此外，美国政府也担心，一旦日本顺利整合了东亚大陆与东南亚的资源，可能成为一个堪比德国的可怕对手。于是1939年7月26日，美国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1940年废止，其后开始一步步限制对日出口物资。1940年7月26日，罗斯福又宣布限制对日出口飞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当1941年7月日军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后，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同时对日本实行完全石油禁运。英国和荷兰也响应对日石油禁运。可以说，石油禁运成为了压垮美日关系最后一根稻草，也是日本海军同意对美开战的理由。到1941年，经过几十年的穷兵黩武，日本终于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尽管1941年11月，美国海军有345艘舰艇，共143万吨，但过半的兵力都在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只有9艘老式战列舰、3艘主力航空母舰、12艘重巡洋舰和9艘轻巡洋舰、67艘驱逐舰和12艘潜艇。而日本海军总兵力236艘，119万吨，接近美军总吨位的80%。其中老式战列舰6艘，金刚级战列巡洋舰4艘，主力航空母舰6艘，1万吨的轻型航母4艘，重巡洋舰18艘和轻巡洋舰20艘，驱逐舰112艘和潜艇75艘，怎么算都优势在我。可强大的海军也是吞金巨兽，对战略物资需要进口的日本更是负担。1940年时，日本石油消费量为500万吨，大部分都被海军战舰和飞机所消耗，其本土和占领区只能供应其中的7%。如果美国彻底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又不能夺取东南亚的石油资源，那么1年后库存的燃油消耗殆尽，所有战舰都会成为停靠在码头的废铁。但是日本裕仁天皇、首相菅义伟等人都深知对美开战的风险，故而从1941年4月开始，日本政府主动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可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根本性冲突，虽然进行了多轮外交会谈，双方却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自然达不成任何协议。1941年5月，从西海岸到夏威夷进行例行演习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就一直驻扎在了珍珠港，试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日本接受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日军必须退出印度支那和1937年之后所有占领区的要求。1941年8月13日，罗斯福又和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宣布不承认德日法西斯的扩张，这标志着英美在政治上结成了同盟，进攻英国殖民地等于对美开战。1941年10月16日，不想被战争牵连的近卫文弥辞去首相之职。第3天，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被陆军推举为首相。认识到和谈无望的裕仁天皇和陆海军重臣进行多次商议后，决定如果1941年12月1日对美和谈仍然无法取得成果，就主动对美国开战。哪知1941年11月26日，赫尔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再一次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这是日本军方绝不能接受的。裕仁天皇只能同意赌国运了。下期预告：美日和平谈判最终失败，也就在11月26日这天，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悄悄出航，很快消失在了北太平洋的迷雾中。未能成功摧毁珍珠港内的美军，身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56提前做了大量功课，使日本航母编队神不知鬼不觉突然出现在了珍珠港附近。可日本大使迟到的宣战书，为何让堂堂正正的进攻变成了卑鄙的偷袭？偷袭珍珠港让美军损失惨重，却为何没能彻底瘫痪这个美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请看下集：偷袭珍珠港。